婚姻中的一个美好目标是成为彼此的情感避风港，但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真正掌控情感支持的技巧，不只是我懂了或别担心这么简单，而是深入的听懂和行动。这一刻，我们将探索如何用主动聆听和细腻的支持成为对方的最佳盟友。一、主动聆听，如何听懂而非听表面。明美工作压力大，回到家想和丈夫自强聊聊。明美说，今天主管批评我报告做得不好，我心情超差啦。自强头也不抬地看着电视说，下次注意就好了。明美有些不悦地说，我不是要你给建议。自强略带不耐烦地说，那你要怎样？又不是什么大事。结果这次对话以冷战结束，明美感觉孤立无援，自强则纳闷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这是典型的听表面对话，自强听到了话，但没有听懂明美真正需要的情感支持。听表面就是只关注对方说的字面意思，未进一步理解背后的情绪。听懂内在，则是捕捉对方的情绪信号，理解语言背后的真实需求。主动聆听的关键技巧有三：一、专注对方，停止手头其他事，眼神专注，让对方知道你在认真听。二、反馈情绪，回应对方的情感，而非只回应内容。例如，明美说，主管批评我，我觉得好无助。错误的回应是，那你下次就多花点时间做得更好啊。正确的回应则是，我能感觉到你很委屈，这对你来说真的很难受吧？提问深化，用开放性问题帮助对方表达更多。例如，你觉得主管这样说，对你最打击的是什么呢？选择一天，尝试用上述技巧和配偶进行一次深度对话，重点是避免打断或给建议，看看对话质量有何不同。二、给予有效支持，言语上的细节。诗婷向英雄抱怨，孩子最近很叛逆，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。英雄自以为善解人意，立刻说，孩子不就这样吗？你多给他点耐心就好。诗婷气愤地回应，我不是想听这些大道理了。英雄无奈地摇摇头，那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其实英雄的问题不是不关心，而是说话方式不够贴近诗婷的情绪。情感支持不仅仅是说些安慰的话，还要讲到对方心坎里。给予有效支持要做到：一、别急着解决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对方并不需要你提供解决方案，而是需要你的共情。错误的方式是，那你下次怎么不直接跟孩子讲清楚？正确的方式则是，你的压力真的很大，我能感觉到你的付出。二、善用我语句，避免用指责语气，例如，你就是太敏感了，改用我来表达支持。例如，
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这件事一定很不容易。3、实用情感支持语句。我在这里陪着你，你不用一个人扛。听你说这些，我感觉到你真的很不容易。你的感受很重要，别害怕表达出来。今天尝试用这些句子支持配偶，看看对方的反应是否更加放松和感激。3、给予有效支持，行动上的细节。启明的妻子佳佳最近情绪低落，因为她的父亲刚住院。启明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他做了一件小事，下班后买了佳佳最喜欢的草莓蛋糕，还顺手帮她收拾了厨房。佳佳吃着蛋糕，眼里泛起泪光。谢谢你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。这就是行动支持的力量。当言语不足时，实际的行动更能传递无声的爱与关怀。1、小行动大支持，主动帮忙。当配偶感到压力时，主动分担家务或处理小事，减轻对方负担。给对方空间，有时候对方需要的不是陪伴，而是一些独处的时间来整理情绪。2、根据需求给支持，不同情况需要不同的行动。对抗压力时，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具体任务，例如购物、照顾孩子。情绪低落时，可以创造一个放松的环境，例如一起散步、看电影。感到无助时，可以主动带对方寻求专业帮助，例如心理咨询。3、小心多此一举，使行动要符合对方的需求，而不是自己觉得有用。错误例子：阿华带生病的老婆去健身，说运动能提高免疫力，结果被嫌烦。正确例子：给老婆煮一碗热汤，让她好好休息。结语：情感支持的核心是理解与共情。透过主动聆听，我们可以听懂对方的内心，避免误解与疏远。透过细腻的言语和行动支持，我们能帮助对方在低潮中找到力量。